欢迎回到黑市的物理学。大家都知道，前些时日我有放出一支影片，也就是我的居家开箱。相信大家看过之后就知道，我真的花了一些心思在这一个空间里面。可是我同样也遇到了一些状况和问题，也就是系统柜原本预留要放置扫拖机器人的地方，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款式，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在科沃斯所推出的 T80 Harmony 就此横空出世，所以急速入手了这一台白色外形的扫拖机器人，还为了它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小昵称，也就是西罗酱白色的。坦白说，现在市面上扫拖机器人的款式琳琅满目，功能也相当的丰富。不过，以我身为汽车媒体人的角度，在看待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会以基本的功能和它设计的逻辑来作为切角。这也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台科沃斯 T80 Harmony 的原因哦。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一点呢？既然我买了扫拖机器人，那么我会重视的功能当然就是吸地跟拖地嘛。但是市面上这么多的款式，拖地的方法基本上就分成3大类。其一就是比较早期，我们可以看到拖布进行按压的方式。可是呢，这个取决在于按压的力道如果不足的话，它的拖地性能就会受到影响。其次呢，则是双圆盘式拖布设计，当然这样子确实具备一定程度的清洁能力，可是同样的又产生另外的问题，你不觉得有一个东西在打转，有点像是车子在用的打蜡机吗？如果以这样子的逻辑来看，那不就是把脏污更均匀的涂抹在地板上？所以，当我们持续观察生活周遭许多的清洁用品的时候，有一种产品在市面上非常常见，就是滚筒式除尘纸。一张张替换，并且有一定的下压力道，就可以持续的把脏污带起来。而这样子的概念也延伸到了我旁边的这一台 T80 Harmony 上面，它采用滚筒式的拖布设计，活水持续清洁，就像是除尘纸一张一张替换一般，所以每滚一个表面，经过活水的洗涤之后呢，就会成为干净的拖布，继续为地面进行清洁。这个也就是这一台厉害的地方，让我直接选择成为居家清洁的一大利器。那真正可以为地板进行滚动式修正的拖布结构，是由科沃斯所主导的设计，之前就曾经用在了旗舰型的扫拖机器人 X8 Pro Harmony 上面。坦白讲，我也很喜欢，可是为什么在最后折中挑选之后呢，会选择了 T80 Harmony 呢？主要来讲，这就是坪数上的问题了。如果以其产品的设计逻辑比较适合大坪数的空间，也就是让 X8 Pro Harmony 可以充分的去发挥其优势，但是我所居住的空间是2层式的结构，每一层的坪数呢，大概就是20坪左右，所以呢，只要靠着这一台就绰绰有余的去进行地板上面的清洁。如果要整理楼上的话呢，只要把扫拖机器人放到楼上，或者未来有余裕多买一台，就可以同步进行清洁作业了。所以这个概念有点像是小车适合在市区行走，而大车则是在跨区旅行当中更有优势。以我的空间来讲，20坪就适合像这一辆小车了。那另外还有一点个人私心挑选的关键，就是它拥有了包豪斯风格白色简约的机身，包含基座的部分。因为我在这一个空间里面有蛮多的家电都会特别挑选白色风格，所以呢，在这上面当然也要符合整体的规划才对位嘛。
OK， 那在听我分享完入手这一台 T80 Omni 的缘由之后呢，我们也该来看看它在本体设计上面的一些巧思呢。首先就是原厂特别将这一台扫拖机器人的主机其高度设定在98mm， 这样子非常低扁的设计，就像是一台小跑车一样，可以肆意在空间当中游走，让这一台扫拖机器人从容的进入床底下或者是沙发底下这些的区域来进行清洁。通常我们可能会忽略这一块，可是这一台扫拖机器人绝对不会把这个部分落下。另外，长352mm， 宽353mm， 让它呈现几乎是非常漂亮的圆形之外呢，同样这个尺寸也非常适合进入到一些比较狭窄的区域来进行清洁，有点像是骑乘2轮车款或者是开着小车要进入巷弄内，总比一些大车来得更加的从容。所以长宽高都是在非常适合一般居家或者是比较小宅的空间当中来设计的。另外就如同现在有许多的车辆都有主动驾驶辅助系统一般，这一台 T80 Omni 当然在这部分也必须要拥有。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头的 Ivy 3D 融合避障与定位模组了，可以快速的去扫描空间，并且针对物体来进行判读。这个有点像是我们车辆位于挡风玻璃上方的光达系统。另外，下方的 TDOF 雷达则有点像是车头保杆上面的感知雷达波一般。位于侧边的 True Edge 3D 沿边构造光则有点像是车侧的盲点侦测，让它可以直接将机身贴近墙缘进行清洁。这也就是为什么 T80 Omni 可以非常仔细的去打扫各个角落了。以上3大感知装置在 T80 Omni 上面都是采用全镶嵌式的设计，如同造车的逻辑一般，融入在机身当中，不会有过度的凸起。那全镶嵌式在这一台主机上面究竟可以带来怎么样功能性的好处呢？无非也就是不会让这一个仅有98mm 的机身形同虚设。主要来讲，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的同级产品都将雷达置于机身的中间，并且拥有升降的结构，让这一类型的扫拖机器人要进入比较低矮的狭窄区域时，雷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以至于可能进不去，或者它必须透过升降结构降下，把雷达藏到机身里面，才有办法进入到沙发或者是床底下。这个时候呢，又会演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前方对于扫拖机器人来讲，就形成了一片黑暗，有点像是《头文字 D》里面拓海的盲目追击。可是机器人并不是藤原拓海啊，光人灯只会变成关灯杀，而且不是杀别人，还是杀自己耶。所以呢，这一类雷达的升降结构如果在进入狭窄区域降到机身里面，就会造成机身的暂时失明。另外来讲，设计上面就必须要多了一组马达来进行升降，同样也是增加保修的疑虑。我们去想想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的车款高音喇叭都已经不用透过马达来进行升降。过去大概10年前，这个方面非常的流行，我们会觉得很炫。可是有多少人就因此高音喇叭降下去就升不起来了？光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产品的时候呢，要尽量去精简这一些不必要的结构，其实也是在防范未来。所以呢，将感知装置完美的融入在机身的科沃斯 T80 Omni， 就不会遇到上述这一些尴尬的问题。而且在进入到比较暗的区域的时候呢，有 LED 灯进行补光，有点像是车辆进入隧道打开头灯一般，符合日常使用的逻辑。那看完外观的部分之后呢，我们也该把这一台 T80 Omni 的底部翻出来给大家瞧瞧，看一下它的构造了。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扫拖机器人不会延，必须要分成2个部分来解析。首先就是吸力的部分，因为如果地板吸得不干净，后面怎么拖都还是会非常的脏。在这一台 T80 Omni 上面，为了预防毛发缠绕，特别设计了这一组 Zero Tangle 3.0 防缠绕技术的3V 气旋防缠结构，以及旁边的风刀防缠边刷。首先呢，我们先看到这一组位于角落的风刀防缠边刷，它特别将刷毛设计成一长一短的结构，为的就是有效的防止毛发在上面进行缠绕，可以有效的把毛发用甩的方式直接甩进吸尘口里面，这样子不仅大大的提升整体运动上面的效率，另外不需要特别设计一组机械臂来贴近角落，可以说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完成角落的清洁作业。那在毛发甩入吸尘口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可以发现，透过中间的这一组3V 气旋防缠结构，让毛发不至于在上面缠绕之下，还可以非常顺利的被扫进吸尘口里面。那为什么在结构上面可以达到这一点呢？主要来讲就是分成3个部分。首先呢是 V 型45度的斜直毛让毛发往滚刷中间移动，并且不容易卡入毛刷之间的缝隙。第二个则是 V 型的螺旋滚刷设计，让毛发往滚刷中间靠拢。第3点则是 V 型气旋梳齿结构，像梳子一般松动毛发，使其更容易被吸入。透过以上的结构，让毛发可以顺利扫除的同时，也避免了在毛刷上面特别设计刀片结构去切断毛发，以至于造成安全上面的疑虑，譬如宠物或者是小孩等等的，这个又会造成另外一层的困扰。另外，这一台 T80 Omni 还具备了高达18000帕的吸力。一般来讲，我们在居家的吸尘当中，大概10000帕就可以达成相当程度的吸尘效果。这台机型可是随时是以18000帕来进行地面的扫除作业，就知道力道有多么的强劲了。不仅绰绰有余，还真正可以解放双手。OK， 那在看完扫地、吸地的部分之后呢，我们也该把视角转往这一组长180mm、宽50mm的滚筒式拖布了。那原厂将这一组结构特别命名为 True Edge 2.0滚筒贴边模组，绝对是其来有自的。它并不是只是单单的可以进行拖地而已，而是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分成4个步骤来为地面进行清洁。首先就是借由上方的8个喷水系统来浸湿拖布，接着可以以每分钟200转万加3700帕的下压力来进行清洁，对比一般圆盘式的拖布清洁力高达16倍。接着擦拭后的表面呢，则以刮条除去污水，最后污水呢会在刮除之后呢，随即以高压回收至机身之内，以确保拖布干净。那在我们进行实测之后呢，发现即便是不小心把糖醋酱洒在地上，这一台 T80 Omni 它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清洁，而且清洁之后所呈现的表面只有一点点淡淡的水渍，并不容易造成滑倒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也对于平常居家里面的每一位成员有一定安全上的保障。Under streetlights felt so right. You blew my mind, yeah, you stole my soul. Nowhere to hide, nowhere to go. 好的，那在理解完科沃斯 T80 Omni 的机身架构之后呢，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也可以透过这一台扫拖机器人进行清洁了。不过在这之前呢，手机必须要下载相关的 App， 并且与机身进行联动。
这些部分透过蓝牙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扫描现在所处于的空间。那由于我所居住的是属于上下层的结构，所以透过 T80 Omni 具备的多地图模式，当它处于哪一个楼层，我们就可以选择哪一个楼层的地图进行最适切的清洁。在扫描的过程当中，是由主机自己主动来进行，所以它会针对不同的区域进行判读。举凡我现在的所处位置是客厅，那么当它扫描到了厨房之后呢，或许是因为场景的缘故，它可以非常聪明的知道这里就是厨房。那当然，我们在名词上面可以进行一些调整。那在进行空间扫描、建立地图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尽量把地板上面的物品清洁干净。譬如说，可能有一些活动的桌椅啊等等的，就把它放置到不会阻碍扫描的位置。T80 Omni 它也会去判读地面的材质，举凡前方可能是有地垫、地毯等等的，它也会加以记录，并且在扫拖的过程当中将拖布抬升，以至于不会弄湿。那在地图建立或者是扫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比较高的门槛怎么办呢？T80 Omni 还会非常可爱的以助跑的方式跳过这样子的门槛，相当的人性化哦。基本上门槛高度在20mm以下，它都还有办法办到。另外以楼梯间为例，这一台 T80 Omni 行驶到了楼梯的边缘进行清洁时，我们都会担心它是否会发生坠楼意外。不用担心，这一台扫拖机器人比你想象中还要来得聪明，不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可是如果你想要有第二份的安全保障，也可以透过地图上面的隐形围栏功能做出分隔，这样子就可以进行二次的确保了。那居家地面整理的行程呢，基本上可以分成3大类，分别是单纯的吸地，以及边吸边拖，还有吸后再拖，而且可以调整路径的精细度。我个人建议，初次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先进行精细的完整吸地，接下来再以边吸边拖作为日常的清洁使用。过程可以设定空间的清洁顺序，逻辑上越干净的空间先整理，越脏的空间放到最后。那由于扫拖机器人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必须要回到基站进行集成动作。那这一台 T80 Omni 我认为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由于它是滚筒，而且注入活水式的设计，所以呢，它并不需要在清洁的过程当中耗费太多的时间回到基站进行拖布上面的整理。也就是说，比起同类型的产品，它回到基站所进行的整备次数更少，那么就更加的省时。以我所处于的20平空间来说，基本上它在整个的拖地过程都并不需要特别回到基站去整理拖布，单纯就只有集成而已。因为拖布本身在主机上面会进行活水注入和刮除污水等等的过程，因此可以确保拖布本身的清洁性，才不会越拖越脏。那大家可以从我的手机画面去看到，在设定上面，我主要来讲会把路径设计的比较精细一些，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在每次的清洁过程当中，有效的为地面进行扫拖。那同样的，手机本身也可以控制拖地时所释出的水量。基本上，当我们位于置中的位置，就处于速干的范围内，并且还可以额外划定范围进行加强清洁。等于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清得不够干净，你还可以画出界限，叫它回来，好好的再拖个几次。那在空间全面清洁完成之后呢，主机也会回到基站进行拖布的清洗和45度的烘干。由于拖布是滚筒式的，所以它可以采用前后360度旋转，共720度来进行清洁，而且还会有烘干的行程。那我建议烘干的行程一定要完整，让拖布跑完，这样才能确保上面不会发霉。那最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清洁完之后的水箱究竟有多脏了。那就是因为有这一台便利的清洁帮手，让我今天在楼下工作的时候呢，它可以到楼上
进行扫拖作业，而我回到卧房进行休息的时候，又可以把它放到楼下进行分层的处理。这可以说是对于居家清洁工作来说，既有效率，而且又不会互相妨碍的生活模式。在未来，我也不排除另外添购一台，让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分工合作。透过滚筒式拖布来进行清洁的滚动式修正，可以说是未来扫拖机器人发展的王道和趋势。毕竟符合逻辑的清洁方式才可以用得长长久久。那当然，上述的言论，不论你认不认同，我也欢迎你按赞、分享、留言，让我未来带大家看更多的物